好，这方面我可能要稍微多介绍一点啊，就是在中美冷战当中啊，与美国利害相关的国家里头，除了台湾和日本，就要数澳大利亚了。那么我以前在节目中介绍过中共的印太战略，那么这战略的基本目标呢，就是说它对美国实行战略的核威胁，那么同时试图控制从台湾到南太平洋一系列国家。那么它在近期有3个目标，第一个就是要基本控制南海的国际水域，把南海事实上变成中国的内海。第二是打通巴士海峡和澳大利亚北部沿海地区内的水下航道，孤立澳大利亚和台湾。那么这2个目标，我刚才讲的第1、第2个目标，矛头都是直指澳大利亚。那么为了达到第1个目标，现在中国正在菲律宾的200海里专属经济区里面占领牛轭礁，准备建南海最大的军事基地，同时把菲律宾军人从他们控制的其他岸礁上赶走，或者派海军舰艇切断他们的这种菲律宾的海上交通。这种把对方驻守人员逼走的战术，说不定将来会用到国军控制的太平岛和东沙岛上。那么为了第2个战略目标，就是打通巴士海峡和澳大利亚北部的潜艇的水下航道，中共现在正在印度尼西亚沿海进行水下航道侦测，同时在澳大利亚北面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准备花几百亿美金在达鲁岛建海军城。那么美军对这方面呢是高度警惕的，所以今年1月到4月，美国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编队做了一次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大范围的海上威慑性巡航。它是以南海为起点，绕着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走了一个360度的大圆圈，最后又回到南海。那么具体经过是这样的，就是1月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编队从关岛出发，然后通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然后从中东美军开过来的一个尼米兹号航母编队一起在南海南部进行演习。那么演习之后呢，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就向东北穿过巴士海峡，它不是返回关岛基地去，而是南下。它沿着菲律宾多个岛屿的东部，一路朝南越过赤道，开到了澳大利亚的西北海域，然后从那里再绕到赤道以南的印度尼西亚的南部海上，进入南半球的印度洋。接着它又沿着印度尼西亚这个苏门答腊岛向西北巡航，在印度洋里头。然后到了马六甲海峡的西面这个出口呢，再掉头朝东南的方向，沿着马六甲海峡重新回到南海。然后这个时候，罗斯福号再回到南海的时候，美国从中东调来一个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我下面会介绍。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和罗斯福号航母再度在南海展开了一个叫做联合远征行动演习。那么下面介绍一下罗斯福号航母这个打击群是个什么状态哈？它是包括罗斯福号航母，这个航母上是有美国海军的第11舰载机联队，这个联队包含4个战斗攻击机中队，1个预警机中队，1个电子战飞行队，1个直升机海上攻击中队，1个海上战斗直升机中队，再加上1个后勤支援飞行中队。所以它从它的这个航母的战力来看的话，它的舰载机数量是中共那个辽宁号的4倍，而且是富有作战经验的。那么罗斯福号航母这次之所以要绕这么一个大圆圈，从南海出发，绕着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再到马来西亚，再到新加坡，最后再回到南海，它是在执行2个威慑任务。一个威慑任务是说，对中共要试图强占南海的国际水域给予警告。那么另外一个威慑任务是对正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海还有西面印度洋上，在探测海底水文潜艇航道的这个中共的船只，还有中共在那里活动的潜艇给予威慑。所以中共呢，美军啊，现在实际上是用加强在南海、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还有东印度洋的巡航呢，作为威慑，给中共造成压力。那同时也是给这些国家必要的信心，让他们了解说，中共休想在南海和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一带为所欲为。那么台湾的观众可能对美国的航母打击群有一些了解，但是对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一个2栖攻击群可能不大熟悉。
那美国海军一共有2个两栖攻击群舰队，一个是常驻日本的冲绳，旗舰是美利坚号中型航母；一个是经常停留在波斯湾外海，旗舰是叫做马金岛号中型航母。那么驻冲绳这个两栖攻击群舰队呢，是为了预防东海地区的突发事件，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要保护台湾的。那么另外一个驻中东的两栖攻击群舰队呢，美国海军最近宣布了，把它从此调离中东地区，改归美军印太司令部指挥。那意味着什么呢？就美军一共2支海上突击群舰队，那么现在全部都部署在中国周边了。那么这种军事部署是对中共在南海和东海的威胁做出了直接而明确的示意警告。那么所谓的两栖攻击群舰队，核心呢是一艘两栖攻击舰，美军是这么叫它的。实际上它是一艘中型航母，外形和大型航母是一样的，它可以携带多架直升机，同时也可以起降 F-35战斗轰炸机。它的主要任务是把海军陆战队的突击部队送到冲突发生的地区。那这次这个马金岛号两栖攻击群在南海水域和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共同演习，就是针对中共强占南海国际水域、造岛建海军基地的这种行动一种威慑。那么看来新调来这个马金岛号两栖攻击群啊，今后会分担这个驻冲绳的两栖攻击群的任务，就是说，今后冲绳的那个美利坚号作为旗舰的两栖攻击群，以后不用再负责南海的事情了，它不需要又兼顾台海又兼顾南海，南海呢可能转交给这个马金岛号两栖攻击群。所以说，如果说罗斯福号航母编队呢，主要是从空中海上对中共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活动展示威慑力。那马金岛号两栖攻击群呢，它所威慑的就是在南海国际水域造岛的那些海军基地上的中共海军的地面守备部队。我看到罗斯福号航母的指挥官海军少将，他叫做 Doug Verissimo， 把航母打击群的能力和马金岛两栖攻击群的能力相结合，可以提高我们的战术技能，并表明我们对印度洋和太平洋安全与繁荣的持续贡献。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联合团队在这个地区一直是一个稳定的力量。那么马金岛号两栖攻击群现在是包含那个马金岛号本身是个中型航母，然后有一艘叫 Somerset 号的两栖船坞登陆舰，还有一艘叫做 San Diego 号的这个两栖运输舰。这个马金岛号本身是搭载一个直升飞机中队、一个轻型反潜直升机中队、一个战术空中控制中队、一个海军陆战队的支援登陆直升机中队。另外，它还有一支海上远征部队来组成的地面战斗部队，还有一个攻击骤艇部队和一个作战后勤营。那么，它的第3两栖中队指挥官叫做 Stewart Bershansky， 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这支远征打击部队充分表明，我们能对任何突发事件做出反应，制止侵略，并且为支持自由和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提供区域安全和稳定。那么在这样的中美军事对抗的背景下，美军现在的航母编队我刚才讲过，是在澳大利亚大门口这里巡航，对中共的活动进行威慑。所以澳大利亚自己也很清楚，他现在也需要卫国了。所以澳大利亚总理4月15号就不点名的批评了这个中共的威权统治，他是通过视频在参加印度举办了一个关于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多边论坛，叫做 Rasina 对话。他讲到说，我们的世界正面临一种巨大的两极分化的危险，就是一个威权政权和独裁政权以及我们所热爱的自由民主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这个澳大利亚总理 Morrison 说呢，经济胁迫被用作治国的手段，自由主义的规则和规范受到攻击。这个威权政权，他讲的其实就是中国，因为中共对澳大利亚采取了一系列经济制裁规则，一系列经济制裁措施，目的呢是想让澳大利亚放弃澳大利亚自己的10年国防计划。所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警告说，
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军队现代化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民主主权国家正受到外国干涉的威胁和胁迫。那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叫做 Christopher Pyne， 他讲得更明确，他说印太地区发生涉及中国的战争可能性正在急剧上升，台湾可能是下一个爆发点。那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说呢，这个澳大利亚的前国防部长叫 Pyne， 他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一次演讲当中讲说，中国的战略态势并不像以前想的那样温和，这令美国和及其盟国非常不安。现在印太地区爆发热战的可能性提升。他说，5年前我会说可能性非常小，现在我不得不说可能性比当时更大。这不是一场网络战争，而是一场涉及人员伤亡、军事平台破坏以及侵略者和捍卫者双方的真实战争。那么，澳大利亚对印太局势的判断和美军是一模一样的，这说明中共的扩军备战和对外威胁已经让西方国家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共识。刚才主持人讲到说，加拿大好像和中共八竿子打不到，为什么他也参加进来？那我介绍一下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最近报道的一件事情。加拿大广播公司，加拿大的一个国家安全局长叫做 David Vigneault， 他在一个智库叫做国际治理创新中心的演讲当中，3年来第一次表示说，加拿大几乎所有经济领域公司都成为外国敌对行为者的目标。那么这个外国敌对行为者就是中共。他说，我们的调查显示，这种威胁不幸地给加拿大公司造成了重大伤害。加拿大的生物制药、健康、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海洋技术和航空航天部门面临着特别严重的威胁活动。加拿大安全情报局观察到持续的和复杂的国家支持的威胁活动已经很多年了。他说，我们继续看到这种威胁活动的频率和复杂性在上升。所以他说，这个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局长说，对加拿大国家安全的最大战略威胁来自外国的敌对活动。那历史上呢，间谍的重点是获取加拿大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机密，但如今我们的对手更关注的是我们全国各地的小型初创企业、公司董事会和大学实验室的计算机系统中保存的知识产权和先进研究。他说，我们最关注中共等国家政府的行动，这不是秘密了。他说，现众所周知，敌对行为者指的是中共。敌对行为者的目标是员工、前员工、学生、教授、承包商、商业伙伴。目的就是获得一个进入电脑系统的一个许可，然后从那里盗窃信息，再存在 U 盘里以后就走出门外去了。那么有关中共的全球谍报活动，我们以后有机会再专门介绍，因为那也是一个很丰富的题材。